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中国前媒体人、知名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报的8月27到30号，一个是中共前体制内官员、现旅居澳洲的尹科报的10月13到16号。习近平是不是大权在握，还是大权旁落？他的命运又会如何？可能今年8月或者10月会见分晓。眼下，尽管中美贸易战暂时休战，但双方火药味依然浓烈。美国总统川普5月20号宣布金琼计划，北京对此非常紧张不安。新华社5月21号发文指责川普此举将加剧外太空战场化和军备竞赛风险。毛宁此前也对此表示严重关切。川普对北京步步紧逼，中南海方寸大乱，如果内斗正紧，习近平权力地位难保，川普火力在外，党内权力争夺出现白热化，毛泽东打下的这个红色江山可能也维持不下去了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曾2次获得普利策奖的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季思道今天在他的评论中列举了推翻专制统治者的3种武器：嘲讽和幽默，外加黄段子，对独裁者相当致命。他以习近平为例，说人们嘲笑他长得像小熊维尼，中共因此禁止了维尼熊的图像和电影，但嘲笑习近平的声音屡禁不止。尽管小熊维尼还不足以推翻习近平，但一个独裁者一旦被人嘲笑而不是敬畏，这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正在快速滑落。这种对习近平权威的质疑和不满似乎到处可见。X 平台账号江州司马今天发文称，习近平实施高压独裁愚民政策已经丧失了民众的支持。大包王朝发文称，华国锋应该是1980年2月下台的，但装了1年半。如果从2024年6月开始算，2025年8月习近平正式下台呢？习近平要装1年2个月。如果从2024年4月开始算，习近平装了1年4个月。习近平的时间线几乎和华国锋完全一致，只差2到4个月。有坊间最新传说，元老对习近平不满积郁了很长时间，现在开始逼宫了。四中全会可能要变天，接班人都安排好了。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指出，从现在的爆料的情况来看，这四中全会也是布局，可能就是习近平的权力会被分掉一部分，他的那个总书记可能会被拿掉，军委主席会被拿掉，保留那个国家主席，到21大的时候再把它拿下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习近平是不甘心的，他相当于是权力被剥夺嘛，但是他也无可奈何，因为现在主政的就是中共元老那一帮人，曾幼霞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些消息应该是比较可靠的。我个人觉得，不管是8月27号到30号开，还是10月13号到16号开，大概的情况应该是今年会开，然后大概过程就是要习近平先让出一部分权力，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的。因为各种迹象显示，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在被大幅度的削弱了。这在天气上似乎也有预兆。有河南村民说，今年华北地区风灾很严重，前一阵子河南发生10几级强风，持续7小时，老百姓都说这是黄煞风，是改朝换代的预兆。据说这种风在崇祯皇帝上吊那年刮过一次，袁世凯过世那年刮过一次。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，对内采取高压政策，对外更加强硬，包括面对国际社会巨大压力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，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修建人工岛礁等，这引起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深切关注，让北京陷入严重的外交困境。
习近平这种治国方向与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正好相反，外界对中共的野心加强了戒备。4月12号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一段讲话，称永不称霸是中国对世界坚定不移的承诺。中共一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，是第三世界。1974年4月6号，时任中共总理的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。邓小平10号的发言说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。中国属于第三世界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逼压迫人民和逼压迫民族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，发展民主经济，反对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、霸权主义的斗争。邓小平强调，中国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。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、干涉、控制、颠覆和掠夺，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。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，变成一个超级大国，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，到处欺负人家、侵略人家、剥削人家，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，就应当揭露它，反对它，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。习近平一门心思要与美国对抗，其思想基础就是东升西落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大力进行国际民退，并在尖端科技赶超美国。这正是邓小平所警惕的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、干涉、控制、颠覆和掠夺，谋求世界霸权。习近平让中共走入穷途末路，他自己也面临权力丢失、地位不保的境地。丁立开认为，如果习近平现在按照党内布局下台的话，应该没人敢对他怎么样，他应该是受到当局的保护。至于说会不会报复他，这个得看上台的人是谁。中共元老们可能做组织搭配，比如让胡春华当总书记，让陈吉宁当总理，可能是这样安排。习近平那边上去一个，元老们那边可以上去一个。如果是陈吉宁上来的话，他可能会沿用习近平的一些做法，可能还会搞战狼外交、斗争之类的。如果是胡春华上来的话，他可能要跟美国搞好关系，就是胡锦涛的意思。如果是温家宝主持大局，可能选一个他看得上的人，这就可能会出黑马，既不是胡春华，也不是陈吉宁。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应该会找搞技术的官僚，像他一样没有派系的，懂一点经济的。丁立开预测，这样的话，共产党可能会垮台，会改组一个新党，要搞多党制，搞选举、民主、开放、自由。如果温家宝这样搞的话，就是开启政治改革了，这对中国是最好的，法轮功也会平反。有人2013年就推测说，接替习近平上来的人开始会比较迷茫，后来在一些高人的指点下，清理共产党因素，接替中共。温家宝可能已经选择一个人了。美国时评人郑浩昌则说，尹科爆料的这个四中全会会期有点意思，原定是8月8日开，对吧？中美贸易战暂缓90天，其实是8月10号结束。那么这个时间点呢，实际是掐这个贸易战水落石出之后开。
但现在又推迟了2个月，说明中共高层呢就怎样应对川普的对等关税分歧很大。他中南海的内部也没有把握8月份关税战就可以出一个明确的结果。那么现在传出的新党魁的版本呢，丁薛祥的优势在于他已经是政治局常委，跳升总书记跨度没那么大，但是他没有主政过地方大省，一直是习近平的跟班，劣势也很明显。而陈吉宁呢，虽然只是政治局委员，但是他先后主政过北京、上海2个一线城市，那他被外界看好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不管是选丁薛祥还是陈吉宁，其实就是因为这2个人足够年轻，而其他人多数呢都实在太老了。难道中共选黑老大背后的逻辑就那么简单吗？所以我觉得呢，这种人事布局的版本带有比较明显的预测成分。他把习近平自己是否放权看作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把问题想得太轻松了。如果中共最高层最终出现更迭，这个板上钉钉的终局，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是猜不到的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在习近平看来，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规划体制非常适合赢得未来的科技竞争，使国家能够将资源集中到需要的地方。但他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，科技自给自足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，加剧中共的债务负担，威胁到长期经济发展。中共的国家主导模式本身就是问题的重要根源，他在推进自给自足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，但财政浪费和欺诈现象屡见不鲜。本月，一家由政府支持的晶片企业的前董事长因涉嫌非法侵吞6500万美元国有资产等罪名，被判处极刑缓期执行。资金配置效率低下，已对生产率增长构成拖累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表示，如果不进行改革，从2031年到2040年间，中国 GDP 年均增速可能仅为 2.8%， 远低于过去10年的 6% 的平均水平。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家里布兰斯泰特表示，如果资源使用效率低下，长期来看将阻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。可以说，习近平得罪的是他惹不起的人，这就是中国人民。在习近平治下，人民生活日益窘迫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只能打零工、摆地摊度日。有些失业的人甚至为了让家人好过一点，给一些公司一天交30块钱，假装还在工作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过剩而低价产品汹涌流入美国、欧洲、东南亚市场，最终让川普总统竖起关税高墙，全世界开始选边站，将中共变成时代潮流中的孤舟，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洪流之中。你说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